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花千骨票房仅550万，导演泪洒表白，赵丽颖宣传成本成血本。2024年第一烂花落电影《花千骨》上映了7天，票房仅551万，照这样的趋势下去，还不足600万，可能连演员片酬都不够，片方亏大发了。该片是很标准的顶级 IP 加流量陈都灵主演，再加上小花赵丽颖宣传，票房却惨淡至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01，要不是该片导演和制片人的轮番发声，我都不知道这部电影上映了。导演拍摄了一段1分钟的视频，亲自出镜，言语哽咽。他先是说自己很内疚，因为《花千骨》的票房不够理想。后来又给大家道了歉，说自己4年的努力没有回报，觉得自己对不起制片人和团队，就那种老一套的卖惨方式。然而，观众们并不买单，在评论区，连流量粉丝都控制不住的尴尬情况出现了，占领前排的都是各种嘲笑和讽刺的回复，甚至还出现了 XQ 之类的云云。看来，导演有没有诚意大家不知道，但是电影难看应该是真的了。六公主一向说话是很讲体面的，只要不是烂到一无是处，也会留几分颜面。但是也借助了影评人的口，骂了这一部电影，称它为开年第一烂。热搜逐渐发酵，电视剧版《花千骨》的女主角赵丽颖也站出来了，为这部电影站台，还指出了制片人的9年魁首，要支持堂姐姐。制片人唐丽君也出来卖惨了。和导演发的视频不同，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谈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还感谢了赵丽颖。剧版在先，难免会被比较，甚至被质疑。我也在反思，在提醒自己，创作是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我能理解大家对《花千骨》的爱之深，恨之切。制片人这一篇文章看得出来是花费了心思的。然而，该片为何会扑街呢？情怀真的不好使了吗？02，既然是同一个制片人，那就先说说剧版吧。在2015年，电视剧版《花千骨》播出，创下了不俗的口碑和收视率。电视剧讲述的是女花千骨与长留上仙白子画的纯爱虐恋，剧情丝丝入扣，造型唯美灵动。尤其是男女主角在一起，赵丽颖的灵气颇受观众们的喜爱。后来的黑化也让人感受到了人物的复杂和诡异。霍建华扮演的白子画更是白衣翩翩，如压斯文，男俊女靓，是一代人的情怀和记忆。但是问题在于，剧版对于原著的改编极其成功，电视剧的集数多，篇幅大，将该说的故事都已经说完了。这样一部作品，再将它浓缩成1-2个小时的电影，还有什么意义呢？何况男女主还换人了，大家的那一份情怀也淡了很多。这也是很多观众们觉得去电影院观看会重复的原因。事实上，大部分的电视剧播出后，电影再上映，都很难逃脱票房扑街的命运。这样的工作比较适合徐克那样有天马行空想法的导演去做。如果电影讲述不出新意，那还不如不拍。03，第二点，电影和电视剧完全是两种艺术，至少电影是需要大家真金白银跑去电影院支持的。用电视剧的方式去拍摄电影，观众们是很难买单的。剧版很成功，剧组就想要搞一个影版来割韭菜。根据网友们的整理，该片竟然启用的是全员配音，这在院线电影中是会骂成筛子的。哪怕是上海堡垒那样烂片，人家用的都是演员的原声，这是最基本的诚意和创作的敬畏之心。好比当初的电影《诛仙》的全员配音，就被骂了好几个月。说到底，剧组没有搞明白电影的拍摄节奏和方式，用电视剧的方式来复制粘贴到电影上，拿不出这一份诚意，观众们自然是不会支持的。在电影化的同时，男女主的妆容和服化道
也在一定程度上劝退了观众们。古装美女陈都灵多出演配角或者反派，但是每一次的造型都很亮眼。在这部电影中是这样的，这是梅超风吧？对比一下剧版的，就看出差距了。男主角不要说和霍建华相比了，和一般的古偶剧男主相比，都很路人化吧？有没有白子画的翩翩公子感？再看看唐宝，这样的太不走心了吧？本来想着古偶烂就算了，至少男女主颜值审美在线，大家还能按捺着看下去。再连服化道和选角也这么拉胯，该片扑街才是意料之中啊！走点心吧，观众遭罪了。花千骨票房仅550万，导演泪洒表白，赵丽颖宣传成本成血本。这一突如其来的票房低迷让整个娱乐圈为之震惊。导演在表白时的哽咽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对影片的深情与不舍。赵丽颖作为主演，在这次宣传过程中投入了大量心血，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这或许是电影市场竞争激烈、观众口味多样的一个缩影，也可能是宣传策略、市场反馈等多种因素的交织结果。对于观众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失败，更是对于艺人、导演辛勤付出的一次考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世界，成功与失败时常紧邻，而每一位创作者都在默默为自己的梦想拼搏。或许这次的挫折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与创新。对于赵丽颖和整个团队而言，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人生充满了起起伏伏，成功的路上往往并不平坦。这或许是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也是对于电影创作深层次思考的契机。请不要低估观众的包容与理解，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你们将迎来一次更为辉煌的逆袭。最后，向所有为花千骨付出心血的每一位演员、导演、工作人员表示敬意。你们的努力和执着是电影事业中最宝贵的财富。希望你们能够坚持梦想，勇敢面对挑战，未来会更加美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着电影产业的繁荣，为更多优秀的作品点赞，为每一位努力奋斗的创作者鼓掌。跟着王一博学舞，绝不含糊，全网齐声惊叹。王一博口中的很久不跳步太会，似乎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大家口中的不会，那是真不会。王一博口中的不会，只是没有达到他心中最完美的预期。距离这就是街舞第6季总决赛结束已经过去相当一段长的日子了，一些对街舞没什么热情的观众们似乎都已经淡忘了这个节目，但总有一些热爱街舞的舞者选择继续深爬节目舞者们的舞蹈进行复刻，其中复刻舞蹈最多的自然是王一博的街舞了。然而，王一博的舞蹈究竟是有多难跳呀？这都过去这么久了，粉丝们至今没有能在互联网上看到任何一个舞者跳完完整的翻跳，你就说这有多难，多耗体力吧。粉丝留言这个舞是有多难，目前刷到的都是小段。Dancer 回答完整版跳完会把人送走。粉丝留言老师，挑战一镜到底跳完整的。Dancer 回答我们有仇是不是？粉丝留言 Rock 这几下缓了好半天吧。Dancer 回答反胃了，是真的。从这些舞者们的回答也不难看出，王一博这的舞蹈究竟有多么难练。甚至在这群舞者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全部复刻下来。要知道，在王一博跳完这段舞蹈之后，有这么一群黑子是如此黑王一博的，王一博跳的也没比伴舞好多少。伴舞这个词在其他艺人那里绝对是用来衬托艺人的，所不过就是舞蹈机构的一些 dancer 来配合艺人进行表演的。可在总决赛的现场，王一博的这群伴舞可全都是街舞的世界冠军。在与如此级别的人物一起跳舞时，王一博还能从不喜欢他的人口中得到王一博跳的也没比伴舞好多少，那绝对是天大的夸奖了。毕竟就连他的黑粉也认可他的舞蹈实力，仅仅比世界冠军差一点点。
而再看看王一博跳这个舞蹈的前提，仅仅是排练了1天，是王一博很久没有跳舞了，之后只花了1天就出来的成果。这只能说明王一博的实力比所有人想象中的还要牛得多。也许在外行人眼中，王一博的这个舞蹈好像不难，但在真正的舞者眼里，那是真的很难。光第一个 rock 的动作就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得好看且轻松的，而且根据舞者们的回复也可以看出，这个舞真的超级累，也难怪王一博跳完之后也气喘吁吁的，可最后的结果是无比成功。王一博似乎真的可以在任何一个他想要成功的领域获得成功，他可以纵横摩托车赛道，可以与街舞世界冠军同台演出，可以蜕变成为真正的演员。王一博只要在他感兴趣的领域，他真的可以做得很牛。如果不是总决赛结束之后这么久，全网都没有任何一个舞者能够完整复刻王一博的舞蹈，恐怕大家还真以为王一博的气喘吁吁是因为太久不跳舞了呢。果然，真正有实力的人就是与别人不一样。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舞台上，王一博以他独特的舞蹈天赋成为了舞者之王，不仅仅是技术的高超，更是在舞台上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他的舞步仿佛音符一般，轻盈跃动，每一次的起伏都宛如一曲动人的旋律。王一博的舞蹈不仅仅是技巧的堆砌，更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他用舞姿传递着自己的心声，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深刻的内涵。观众们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世界，每一次的跟随都成为了一次心灵的共振。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表演，更是一场感官的盛宴。王一博的独特风格让观众们不仅仅看到了一场表演，更是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舞台不仅仅是舞蹈的展示，更是情感的释放，如同一幅画卷，将观众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世界。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被王一博的专注和投入所感染。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舞台之上的每一个舞步都需要深刻的理解和付出。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追求，更是对艺术的热爱，对舞台的敬畏。在学舞的道路上，王一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对舞台的敬畏之情。让我们怀揣着对舞蹈的热爱，迈开每一步，跟随王一博，一同走向充满艺术之美的舞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舞蹈诠释人生的美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